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干锅土豆片这么好吃呢？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今天就把最家常最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做干锅土豆，挑选土豆特别的关键，我们要挑选这种小土豆。现在也是小土豆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也是一年当中最好吃的时候。土豆也是主食，富含淀粉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C 和 B6， 还有钾元素。不管是用来炸着吃，或者是红烧，都深受大家的喜欢。把削完皮的土豆放在碗中，然后再加入清水，稍微的清洗一下。因为土豆的表面有很多的淀粉，这样清洗一下，我们在切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。土豆我们今天就切成土豆片，不需要切太厚，大约在2个1块钱硬币的厚度。如果切太厚的话，那样很难成熟，也很难入味。我们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在烹饪的时候使其成熟度一致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的厚薄就可以了。把切好的土豆再次换回大碗中，切完的土豆一定不要直接下锅，我们还要添加一个步骤，往土豆里面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倒满多一点的清水，这样可以使土豆和空气隔离，防止氧化变色。经过浸泡一下，还可以去除里面多余的淀粉，方便后续的烹饪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干锅土豆片要好吃，离不开五花肉。准备一小块稍微肥一点的五花肉，切成薄片。其实肉不肉都无所谓，我们就要用五花肉里面的油脂来炒土豆片，这样炒出来的土豆片吃着都有肉的香味。配菜也非常的简单，准备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。大蒜可以增加土豆片的蒜香味。切好放在盘中。喜欢吃辣一点的，我们要准备多一点的干辣椒。干辣椒一定要提前清洗一下，这样在炒制的时候不容易烧糊。接着就是干锅土豆片的凝粉，一小把红花椒，一勺茴香增加香味，一勺孜然粉，然后再加入一勺白芝麻。所有的配菜准备好，我们的土豆片也已经浸泡的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的土豆片一点都没有氧化变色，同时泡出了很多的淀粉。直接倒在竹筛里面控干水分备用。土豆片的水分一定要控干一些，可以用厨房纸巾或者是吹风机把里面的水分控干以后，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接着往里面加入2大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。有朋友就会问，土豆本身就含有淀粉，为什么还要添加淀粉？其实淀粉是给土豆起个保护的作用，经过高温的炸制，土豆本身的淀粉就不会流失，炸出来也不会干巴巴的。充分的翻拌均匀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漏勺，把多余的淀粉筛选出来，这样不管是在煎制的时候还是炸制的时候，这些淀粉就不会掉入在锅里面。这也是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。起锅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有条件的我们最好加入菜籽油，油温不需要太高，大约在5成热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土豆片倒在锅中。刚下锅的土豆片不要直接去动它，这样的话土豆片表面的淀粉很容易脱落。大约炸至20秒左右，用筷子稍微的拍动一下，把粘连在一起的拍散开来，这样方便受热。炸土豆我们一般分2次炸，第一次把土豆片炸至定型，炸干水分，整个过程大约在1分钟左右。炸制成视频中，这样我们就直接捞出来。这个时候的土豆大约才2成熟，
油温再次升高，把炸制好的土豆第二次倒在锅中。第二次复炸的目的是把土豆片完全的炸熟，炸出香味。如果家里面不方便油炸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用平底锅慢慢的煎制，把土豆片煎至两面金黄，这样也能够达到油炸的一个效果。大约炸至2分钟左右，土豆片表面微微金黄就可以了。土豆片已经完全的炸熟了，也炸出了香味，倒在肉勺里面控干油分备用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，把准备好的五花肉倒在锅中，开小火煸炒，把五花肉表面的水分炒干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五花肉慢慢的炒出了油脂，大约翻炒2分钟左右，炒至五花肉微微金黄，这个时候也渗透出了很多的油脂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蒜子、干辣椒倒在锅中，加入大半勺的红油豆瓣酱，开小火煸炒，把蒜子、干辣椒炒出香味，把豆瓣酱炒出红油。接着把准备好的香料也倒在锅中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把所有的香料炒出香味。我们要开小火慢慢的煸炒，这样才能够使香料慢慢的释放出香味。接下来把土豆片倒在锅中，充分的翻炒均匀，使土豆片和所有的香料完全的融合，整个厨房都弥漫着香味。因为土豆片已经完全的成熟了，我们只要加入少量的葱花，充分的翻炒均匀，把香葱炒出香味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出来的干锅土豆片，外表金黄酥脆，外表裹满着孜然粉以及各种香料，不管是用来下饭还是下酒，或者是当做小零食，都非常的不错。自从小孩吃上一次这样的干锅土豆片，再也没有去肯德基里面去吃薯条了。主要是自己在家做，干净又卫生，花上3块钱就可以做上一大盘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，有时间做给家人们尝试一下，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今天的视频如果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好了，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